大家好，我是毒魂。上期视频我们盘点了从孤岛到即便5大 BOSS 的体型，并对比了他们在各怪兽电影和现实世界中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就顺势来盘点剩下的主线地图 BOSS， 来看看灭绝的几大泰坦和创世纪的巨曼莫德尔都有着怎样惊人的体型吧。好的，闲话少叙，今天的视频更加精彩。首先要登场的便是灭绝的3大泰坦。我们先来看看这森林泰坦，树人形象的它真的是完美契合了这个名字，就宛如一棵行走的苍天大树。打开方舟编辑器，我们先来整体感受下其大小。这一次的对比物件，我选择了一栋20层、60米高的办公楼。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知为何颇有一股空想特摄的味道。如果你觉得这样对比不够震撼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生存者给放到大厦的楼顶来进行一番对比。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更能感受出森林泰坦体型的压迫感呢？经过一番测量，我们得出森林泰坦头顶离地面的高度为79.33米。如若算上它背上的那一小撮树木的话，那身体最高处离地面的高度则为85米。并且要知道，森林泰坦的双腿关节是弯曲的，如果把腿拉直的话，肯定更高。至于森林泰坦的体重是多少，很遗憾，就如上期的老罗一般，由于森林泰坦内部的模型有太多缺口和断层，因此 ZBrush 软件无法测出其体积。但是基于森林泰坦的外观接近人形，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直接带入同身高的人类进行计算。考虑到森林泰坦的身形粗壮，我们这里带入一个身高2米、体重150公斤的人进行大致换算，最后我们算出森林泰坦的体重约为9360吨。当然啦，由于我们不知道森林泰坦的实际密度是多少，所以这些数据都只是推测，包括计算其他 BOSS 时带入水的密度，也只是为了能最直观的表现其体积而已。毕竟大多数脊椎动物的身体密度就是和水接近的。如果有小伙伴觉得直接带入水的密度不严谨的话，那就只能麻烦您给出一份详细可靠的怪兽体重密度调查报告喽。不过据我所知，现实世界中貌似还没有出现过怪兽，所以您可能还得额外准备一台平行宇宙穿越机。言归正传，森林泰坦的这个体型和环太平洋中的一些怪兽机甲是比较接近的，例如电影中主角所驾驶的危险流浪者，身高设定便是79.25米，它和森林泰坦的体型对比便如画面所示。可以看到，从体型上来说，森林泰坦在环太系列中应该是大约3级怪兽的位置。而既然前面我们谈到了森林泰坦是偏人形的怪兽，那么自然就不得不提一嘴老读我的巨型生物启蒙作品奥特曼系列了。作为一个98年生的青年，个人最喜欢的奥特曼就是迪迦了。迪迦的身高设定为53米，当这位光之巨人站在森林泰坦的面前时，大致是这个画风。可以看到，森林泰坦的体型对迪迦来说可能还是有些偏大，皮套演员可能不咋好找。森林泰坦这个体型倒是很适合作为乔尼亚斯奥特曼的对手。当然啦，我们知道奥系列的身高设定就是废纸一张，设定相差10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奥特曼站一块都是差不多的高度。好的，接下来要登场的便是寒霜巨兽冰原泰坦。作为冰系怪兽，其全身长满白毛和冰棘的造型，再搭配粗壮的身形，初见时带给我的震撼可比森林泰坦大多了。我们还是先来整体感受下其体型。可以看到冰原泰坦粗壮雄伟的身形，压迫感显然比人形的森林泰坦要高出许多。经过测量，4足姿势的冰原泰坦若是算上稳端朝前的尖叫，其体长将达到惊人的162米。算上背部冰棘的高度，其肩高达到了57.4米，而肩棘的宽度则为54.8米。将这些数据导入 ZBrush， 我们得出冰原泰坦的体重约为63372吨。好家伙，现在想想冰原泰坦从地面一跃而起的场景，那可是6万多吨具体的腾空飞跃啊！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冰原泰坦在进行一些攻击时会将前半身高高抬起，对此我们调出这一动作来测量看看。经测量，这一姿势的冰原泰坦高度将达到83.8米。好家伙，这么一看，冰原泰坦的体型压迫感就更强了。在上期视频中，就有不少小伙伴提议让我将冰原泰坦和哥斯拉大战金刚2中的血魔进行对比，毕竟同样作为冰系怪兽，确实很容易让人将双方进行联想。但事实上，双方的体型完全不在一个级别。毕竟官方设定血魔双足站立时的高度足足有162米，而根据官方幕后花絮视频中给出的这张比例图，可以看到图中血魔哪怕4足姿势，头顶的水晶也有120米高了。这个体型和冰原泰坦的对比将会是这样的。看吧，双方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血魔的体型可要大上太多了。那有没有和冰原泰坦体型接近的冰系怪兽呢？当然有了，在《驯龙高手2》中登场的阿尔法龙王，体型便与之接近。阿尔法龙王的身长设定为158.5米，与冰原泰坦的体型对比大致如画面所示。与此同时，环太系的部分怪兽同样是和冰原泰坦体型接近，例如在香港一战中大放异彩的4级怪兽人背龟，它的身高设定为81.38米，和冰原泰坦的体型对比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双方体型非常接近。冰原泰坦若是放到环太世界观中，估计也是个4级怪兽。最后，让我们再次请出迪迦。冰原泰坦的体型和形象似乎挺适合作为奥系列的中期 BOSS， 由此也能看出奥系列的密度设定究竟有多夸张。体积小杀那么多倍的迪迦，体重竟然仅仅比冰原泰坦轻了30%左右。好的，说完了森林和冰原，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沙漠泰坦。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沙漠泰坦叫做天空泰坦更合适，其成立外形形似鳐鱼，是典型的生物天空航母的感觉。照例，我们先来整体感受一下它的体型。这一次，我在沙漠泰坦的左翼上放了一架长度为39.52米的波音737 MAX 8号客机，可以看到，在沙漠泰坦面前，这架客机就如同玩具一般。而哪怕当我们请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飞机，长达84米的安-225运输机，其在沙漠泰坦面前亦是小巫见大巫。毕竟要知道，安-225和普通民航客机的对比可是这样的。经过测量，我们得出沙漠泰坦从稳端到尾尖的全长为130.85米，翼展则为126米。将数据导入 ZBrush， 我们求出沙漠泰坦的体重约为26941吨，体重不如冰原泰坦，毕竟其身体扁平且尾巴占了很大一部分。作为飞行泰坦，我们自然可以找一只同样具有飞行能力的怪兽与之相比。那么我们该找哪一只怪兽呢？一番思索后，我选择了在哥斯拉2怪兽之王中登场的拉顿。根据官方设定，拉顿的翼展为265.48米。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翼展并不是拉顿完全展开翅膀的翼展，而是这个翅膀半收姿势下的翼展。那么经过测量，倘若这个姿势的拉顿翼展为265米的话，那么其尾尖到吻尖的身长就大约在109米。的确，如果拉顿没有这个体型的话，它和基多拉对战时就不会是电影里的这个体型比例了。我们将传奇拉顿和沙漠泰坦放一块进行比较，双方的体型对比大致是这样的。很明显，拉顿还是要大上不少的，可见灭绝3大泰坦的体型在传奇泰坦中还是不咋够看，我们还是得请出那位大佬。毫无疑问，无数玩家在第一次见到君王泰坦时，无不被其巨大的体型所深深震撼。尤其是当我看到那20多米长的腐化霸王龙，在其脚边瞬间变成一只小蜥蜴时，经过生物蓝图可知，游戏中的君王泰坦模型是编辑器中长宽高各放大1.6倍后的大小，因此我们也需要将调出的模型给进行1.6倍等比放大。这一次，我们让生存者站在一栋32层高的大厦楼顶，来感受一下君王泰坦的洪荒巨体。经测量，君王泰坦默认站姿的头顶离地面高度约为147.1米，而其背部其次的最高处则为171.1米，从尾尖到吻端的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8.5米，真叫一个庞然巨兽。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君王泰坦平时的站姿驼背、弓腰、屈腿，让其身高缩水了不少。因此，我们从君王泰坦的动画序列中调出了一个他高高举起拳头准备向下砸击的画面。别忘了，同样要放大1.6倍。之后我们测出这个姿势下的君王泰坦头顶离地面的高度足足达到了184.55米。将这些数据导入 ZBrush， 我们算出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数据：414754吨。好家伙，这个体型用撼天动地来形容，真的丝毫不为过。至于君王泰坦的对比对象，我想屏幕前不少观众已经有答案了。翻开君王泰坦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通妹府给他的代码名称为 King Kaiju 怪兽之王。这致敬的谁还用说吗？自然就是那有着70年历史的哥斯拉了。而当下最为火热的哥斯拉形象，无疑就是传奇怪兽宇宙中的哥斯拉了。我们知道，自19年哥斯拉2怪兽之王后，传奇哥斯拉的身高设定就一直是119.78米。那么据此，我们就通过传奇怪兽之王来带大家好好感受下方舟君王泰坦的惊人体型吧。
这里我们顺带放上双方的正面和侧面对比平面图，相信这样一番对比后，大家都能对他们的体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了。与此同时，这里我还对比了哥斯拉大战金刚2中的粉红哥斯拉和金刚与君王泰坦的对比，可以看到君王泰坦的体型对这两位电影主角的压迫感还是很强的。唉，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能够看到传奇和方舟联动，君王泰坦作为这两的 BOSS， 总比一只瘦不拉几的红毛猩猩要合适吧。哦，对了，这里顺带说个题外话，相信有不少小伙伴都听闻过所谓君王泰坦实际身高600米的这一说法吧？那么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靠不靠谱呢？经过一番查询，我得知这一说法其实是来自君王泰坦的图鉴，可以看到图鉴上的边缘泰坦要比君王小很多。所谓君王泰坦600米的说法，也正是在带入游戏内的边缘体型后，再根据这张图鉴上的比例进行计算后求出的。但说实话，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靠谱，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边缘泰坦图鉴上和人的比例亦是严重失衡。如果带入图鉴中人的比例，那么边缘泰坦的体型显然就比游戏中的要小上好几倍了。所以我并不觉得图鉴能准确反映方舟泰坦的实际体型。毕竟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方舟生物图鉴与游戏内不符的地方真的是多如牛毛。言归正传，既然说到了君王泰坦，那就不得不提嘴他的老对手力神机甲了。经过蓝图可知，游戏中的力神机甲是编辑器模型的长宽高各 6.5 倍大小，因此我们也需将模型机器等比放大。经过测量，力神机甲的高度为 130.1 米，机甲的最宽处为 108.7 米，真不愧力神的称号。至于它的对比对象，那就更显而易见了。力神机甲 vs 君王泰坦的这一设计本身就是对环太平洋的致敬，因此我将在环太平洋1中登场的暴风赤猴、尤里卡突袭者、危险流浪者和切尔诺阿尔法与之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力神机甲的体型明显比环太中的这些机甲要大上几号。哎，不知怎的，居然让我看出了教官军训学生站军姿的感觉。君王泰坦是方舟体型最大的 BOSS 吗？这个问题一直到创世纪之前都是肯定的，但是在创意发布后，首个方舟海洋 BOSS 体型巨大的鱼形怪兽莫德尔为君王带来了挑战。那么莫德尔究竟能不能击败君王泰坦的体型地位呢？让我们来测量一波。不得不说，将莫德尔从编辑器调出后，我也是瞬间被他那惊人的体型给吓到了。看看这生存者在其天坑巨口面前究竟有多无助。经过测量，莫德尔从吻端到尾鳍末端足足有 199.05 米长，好家伙，差1米就破200了。不过将其模型导入 ZBrush 后，测出的体重大约为20.0336吨，还是不及君王泰坦的40多万吨。将双方的体型进行直观对比，亦能看出君王泰坦的体型确实是要更大一些。纵使莫德尔膀大腰圆，但架不住君王泰坦有4只和一条长尾巴。纵使不如君王，但是近200米、超20万吨的体型，已经让莫德尔足够骇人了。这个体型是个什么概念呢？意味着现实中的最大动物30米长的蓝鲸在其面前就宛如一群能肆意吞食的沙丁鱼一般。人类所建造过的最大核潜艇171.5米长的941型核潜艇，与之相比，无论长度还是粗壮度都遥不可及。而在为其寻找对比怪兽时，我则率先想到了在史前战记第2季中的那条100米巨齿鲨。双方同为鱼形 BOSS， 在先前的视频中，我们利用巨齿鲨意图吞噬小邦的这个镜头，计算出它的全长可达 105.6 米。那么将它与莫德尔进行对比的话，会是什么样呢？可以看到，即便是100米巨鲨，在莫德尔面前也不过是条小细鲨罢了。最后，经过一番思索，我想到了在环太平洋中登场的5级怪兽毒妇。依照设定，毒妇身体拉直后的全长可达274米，也就是如同该模型所示的姿势。因为该模型没有材质贴图，所以黑不溜秋的有点难看，大家凑合下吧。那么274米的毒妇和莫德尔的对比会是什么画风呢？很显然，毒妇虽然体长长上不少，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尾巴凑的，身体的实际大小显然不如粗壮圆润的莫德尔。再来看看俯视角的对比，就更加一目了然了。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创2的老罗。通过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创2老罗的本体模型其实并不是很大，比他在机边的体型要小上不少。不过依照设定，老罗已经入侵了整艘创世纪号飞船，因此他的实际体型究竟有多大还真不好说。而由于上期视频我们已经详细说过机边老罗的体型，因此大家看到这一对比应该对创2老罗的体型有数了，我们也就不多费口舌介绍了。好的，至此我们便将主线地图中的生物系 BOSS 都给进行了一番测量和对比。还是如我们之前所说，如果该系列视频播放表现不错的话，我们便会为大家再出一期视频，专门盘点在支线地图中登场的 BOSS。所以想看的小伙伴就请用1键3连来催更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